我国驻菲大使对菲律宾近期的所作所为批评道，这是在火上浇油。然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听到后，却要求大使好好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简直是倒打一耙。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菲律宾这前脚刚邀请我国外长访问菲律宾，商谈一下双方在年初达成的合作协议，后脚又召见我国驻菲律宾大使，要求大使好好解释一下之前在马尼拉论坛上的火上浇油言论到底是什么意思。根据相关消息显示，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他将会在马尼拉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希濂。他认为大使的话一定是在翻译中丢失了，这位大使一定会非常着急的想要对他解释一下想说的话具体意思。在14日，中菲双方在马尼拉举行了一场马尼拉论坛，论坛的主题为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在这次的会议上，我国驻菲大使表示，中菲两国已经和平相处了上千年，虽然在南海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双方的友好合作仍然是主流。对于这些海上问题，双方一直都在进行密切交流。这些分歧应该通过直接当事方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这也是中方一直在加强沟通联络渠道的原因之一。历史已经证明，任何的挑衅行为和域外势力介入都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反而会使得事情恶化，让争端变得更加难以被解决。因此，我们应该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然而在台海问题上，美国不断挑衅，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因此，美国在菲律宾拥有了多处军事基地，并不惜牺牲菲律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要来干涉台海。这显然触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对于这几处对美军开放的基地，菲律宾有官员认为，这是为了保护台岛上的15万菲律宾务工人员。这15万台岛的务工人员也是菲律宾重要的经济来源，所以需要通过武力介入到台海，这样才能保护在台岛上的15万务工人员。但是对于这种说法，我国驻菲律宾大使认为，如果菲律宾真的是在担心这15万劳工的生命安全的话，那么菲律宾就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而不是对美军开放靠近台海的军事基地，这样只会起到火上浇油、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正是这个火上浇油，让马克思有点破防了，因为马克思本人亲自说过，对美军开放这些基地是为了让菲律宾自保的，禁止这些驻菲美军对外发起进攻。菲律宾外交部长也表示，禁止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存放武器，用于台海的军事行动，也禁止美军机军舰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里补充燃料、维修装备和整备状态。无论是菲律宾总统还是菲律宾外长的表态，都在表明菲律宾对美军开放军事基地并不是针对台岛，而我国大使一针见血的批评，可不是在接他们的谎话吗？因此，这才想要召见我国大使，让我国大使好好的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明摆着是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但试想，如果菲律宾对美军开放的这9大军事基地不是为了针对台海，那美军费这么大劲儿干嘛呢？难不成美国人这是大发慈悲过来干好事来了？为了这9大基地，美军可是投资了数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用来修建，现在都花了上千万对菲律宾在吕宋岛的机场跑道进行维修升级了。新增的4大军事基地，美军要投入的资金只多不少。这要是按照菲律宾的说法，等于是美军掏钱主动帮菲律宾修军事基地不说，还给菲律宾免费当保镖。这事儿正常人用脑子想想都知道不可能。如果不是对美国有着好处，是不可能干这种倒贴钱的活的。而从这几大对美军开放的军事基地来看，要么是靠近台海，要么是位于南海关口，是美军航母进出的重要通道。美国和菲律宾的司马昭之心已经路人皆知了，
可不就是菲律宾给美军提供出兵台海的地方，美军给菲律宾提供武力支持吗？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两面派这一块上可是玩出了花，表面上对我国释放善意，大谈中菲合作，还不插手台海，实际上做的却是四处抢占中国岛礁，帮美国介入台海，甚至是开展联合军演，主动插手台海。面对马克思的虚伪面目，我国大使一语中的，直接揭露了他的真面目。看着自己的真面目被揭穿，不好下台，赶紧叫来我国大使，给好好解释下什么叫火上浇油。而对于这火上浇油，难道马克思本人不是更清楚吗？